今天去了海口的观澜湖，尤其在冯小刚的电影公社里玩了大半天儿。在这里有一种穿越的感觉，从民国时期穿越到了70年代，最后又回到了现代。尤其在芳华的电影场地看了一场精彩的芳华再现，最后又在这里吃了一次晚餐，非常好吃，非常完美的一天。今天是12月7号上午10点钟，和2个海口的朋友来这里吃早茶。这个地方叫正芳华美食店，据说正点的时间人气爆满，因为这里早茶的点心实在是太好吃，而且物美价廉。3个人点了这么多，其他的顾客也对这里交口称赞。这个几块钱？排骨、凤爪。我很少拍美食的内容，不过这个早茶实在是太好吃了。我个人感觉比我在广东吃的早茶还要好吃，所以如果来海口的朋友可以到这里尝一尝。11点多才吃完，也算是中饭了，一共花了110。没想到这个地方这么大，2、3、4层，得有好几百桌。吃过早茶，去海口的观澜湖玩一玩。观澜湖现在也算是海口的新地标了，这里有很多漂亮的酒店、温泉、高尔夫球场和一些餐饮娱乐设施。来到海口的观澜湖，明显感觉这里非常的干净舒适。看这里的高尔夫球场多漂亮，这边很多酒店、高尔夫球场如果只是过来打卡拍照都是免费的。这湖里很多粉色的，像是荷花吧。多美的一个庄园呀！难怪这里成了海口打卡的新地标。观澜湖这边最重要的一个景区就是冯小刚的电影公社，可以说这里现在成为了海口的新的旅游名片。这是景区入口，带大家进去参观一下。这是景区内的影人星光大道，这里有很多名人的手掌印，猜猜这是谁的手掌？我这手势太小了。姚明。这个冯小刚电影公社目前有3个景区，我们先来到了第1个景区南洋景区。这个景区坐落在水岸边，集合了70多幢中外的南洋风情建筑。这条南洋街不仅真实还原了南洋风情的建筑和街道，而且还还原性地呈现了很多武馆、当铺、旗袍店、药铺等等很多南洋市井商业风情，还看到了很多牌坊、钟楼、小桥。在这里逛街，仿佛穿越到了民国时期。这里的很多店铺都拍过不少的电影和电视剧，很多细节和角落都非常的漂亮。
街道上有很多不老的汽车，供大家拍照使用。这里不仅仅是电影的拍摄场所，目前所有的店铺都是对外经营的，有很多的餐饮、娱乐，甚至还有民宿和酒店。据说促销的季节，住在这里还可以免门票。这里的每个建筑都非常的精美，而且年代感非常的强，真的仿佛就是100年的建筑。对于喜欢拍照的人来说，这里可拍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。这里还有不少的专业摄影店铺，100块钱来一组古装照。这里确实是非常精致的南洋一条街。这是第2个景区，东方红景区。这里面的主要建筑都是50年代到70年代的北京街道为主，有我很熟悉的北京的一些大的建筑，包括前门、地安门、南河沿、北河沿，还有前门的很多电影院、商店，感觉是老北京生活的缩影，京味十足。不过这个景区好像开张时间不长，很多的店铺还没有营业，也许也是因为疫情的缘故吧。如果喜欢老北京的感觉，可以在这里转一转。这是第3个景区，也是人气比较旺的，因为冯小刚在这里拍了2部大戏《1942》和《芳华》，所以这个景区就叫1942芳华景区。对于冯小刚导演，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的，起码他拍出了很多不错的电影，从最早的甲方乙方、大腕儿等喜剧，到后来非常具有历史感的1942、集结号和芳华，都是我特别喜欢的。这里的1942景区主要展示的是40年代重庆的风貌。一直觉得1942是一个被低估的电影，我个人还是挺喜欢的，虽然有点沉重。能拍出这样的电影，作为冯小刚来讲，也是具有历史责任感的一个导演。现在来到的是芳华景区的拍摄地，电影完全是在这里拍摄完成的。这部电影从编剧到导演也是我非常喜欢的。冯小刚挑选演员的时候也下了不少功夫。这个是电影里的女生宿舍吧？这是电影里舞蹈队的排练厅，门口还有个电影剧照。这个排练厅现在每天都上演着一部节目，叫《芳华在线》，通过演员的表演，完全呈现在观众面前电影里的情节。这种表演实在是太有代入感了，使人一下子完全沉浸到那个年代。配乐和声音也是电影里的原声。这个演出是2面的舞台，后面是排练厅舞台，前面是正式的舞台。这个是舞蹈《草原女民兵》。
还是专业的舞蹈演员。在电影《芳华》里也呈现了大量的歌舞节目，而且每个节目都非常的精彩和经典。这也是经典的洗衣歌。这部电影几乎是导演和编剧亲身经历的，所以写得非常感人。这个芳华再现的演出，除了简单的歌舞表演，还把电影里的很多情节同时展现在舞台。为什么让我们文工团解散呀？为什么？我们的使命已经完成，什么都不说了，都在脚里了。再见了，亲爱的战友们！干杯！也不怕笑话，看这部电影的时候，看到这里真的是泪如泉涌。这里展示的是电影的后半部分，女主人公精神失常后，安排她来到了舞台看演出。演出又唤起了女主人公的回忆，也跟着翩翩起舞。这部电影的结局实在是太虐心了，非常悲惨。不过电影的片名《芳华》起得真好，这也算是我比较喜欢的一部电影了。我觉得电影公社里这个实景演出非常的精彩，很值得特意留下来观看。这里的南阳街景区有夜景，所以打算在这里吃过晚饭看一看。南阳街景区有非常多的餐馆，逛街的时候看了看这里的价格不算贵，所以3个人决定在这里吃个晚饭，看看夜景。6点钟，这里的夜晚灯光就亮了。准备在这家网红餐厅吃饭。这里很多的餐厅环境都非常好，很有格调。如果放在市区，绝对是非常棒的。2楼的环境也非常的漂亮。据说冯小刚每次到海口都必到这家餐厅吃饭，可见这个餐厅饭比较好吃。这是我们3个人点的菜，都是餐厅里推荐的菜，尤其是铁观音红烧肉和这个牛杂煲，太好吃了。连我这个不吃辣、对美食不感兴趣的人都想再来一次。吃过晚饭，又在南阳街里溜了溜。这里因为专门开了晚场，有不少新来的游客在这里拍照。傍晚在这里散步实在是太舒服了，一点都不冷。我个人感觉来这个电影公社要慢慢的玩，拍拍照，甚至穿一身合适的服装，吃个晚饭
看个演出，真的一天非常的惬意。所以如果来海口，也不妨到观澜湖这边逛一逛，一定有你喜欢的东西。这里是长影环球100奇幻乐园。之前对海口的这个环球100几乎没什么了解，没想到这里竟是一个世界级的电影娱乐王国。这里真的是一个奇幻世界。里面的建筑设计风格和所有的游乐项目几乎都是世界最先进的。不夸张地说，这里几乎可以和环球影城相媲美。在海口待了1周多，本以为景点玩的差不多了，没想到朋友给我推荐一个长影环球100奇幻乐园，完全没有想到这里的规模这么大，尤其是那种奇幻的感觉。今天带着大家简单的走一走。这是园区门口的棕榈大道，这些天然大树可不像是北京的环球影城那样都是假树。今天不到11点就到这儿了，属于第一波的游客。因为现在是疫情期间，又加上不是周末，可能游客比较少，正好可以好好的拍照。地图上显示，现在的乐园有4个大的主题分区：丝路探险、光影奇境、魔幻谷和梦幻同世界。今天是作为第一个游客进入的，准备逆时针转一转整个园区。这里的建筑实在是太好看了，简直是一个梦幻世界。这可都是大楼，所有大楼的外墙都画着非常好看的画儿。就连这个厕所都建得如此漂亮。这个主题区应该叫梦幻同世界。前面出现了很多大的恐龙，这些恐龙都是可以声控活动的。看我走进这个最大的恐龙，它能不能动？太喜欢这里的建筑风格了。前面的景区是魔幻谷，这边有个巨大的古堡，所有的建筑都是欧式风格的，还有恐怖鬼屋。同伴在这里玩了一下激流勇进，溅了我一身水。这个建筑是4D 梦工厂，里面可以看4D 电影。这个长影环球100乐园也是一票通用，票价100多。这个4D 电影非常的刺激，是需要戴眼镜看的，如果不戴眼镜，就像现在这样是重影。这种4D 电影应该说
男女老少都喜欢看。无论是视觉、听觉、嗅觉，还有触觉，都非常有意思。这个建筑是星际穿越，进去体验一次星际穿越的感觉。这是通道，里面是一个超动感的异度空间的星球大战。游客坐在飞船里，不用戴眼镜来体验一次异度空间的星球大战，绝对是一场视觉的饕餮大餐。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360度的环球大屏幕。看这部电影非常的刺激，会有很强烈的动感。我在世界其他地方也看过类似的电影，都非常的棒。印象最深刻的是飞跃系列，也很希望海南能出一个飞跃海南的片子。这些高清的图像纤毫毕现，和乐园里其他那些大型的刺激的项目相比，我更喜欢这样的感觉。这里属于光影奇境区，一共有3个大的主打项目。这个星际穿越也是其中之一。看完了星际穿越，出来透透气。景区里有一片湖泊，水面上矗立了一艘大船，前面还有很多的动感项目，年轻人非常喜欢。这是小朋友更喜欢的旋转木马。中午了，可以找个餐厅休息一下。这里的餐厅也是主题餐厅。这里的汉堡真的比肯德基、麦当劳的好吃。这里的湖面还可以划船。每天这里有2场极限飞车表演，是这个乐园的王牌项目。目前在这里表演极限飞车的是国内最顶级的团队，他们也参加过达人秀，获了奖。首台360度滑送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，祝愿所有的朋友们在今后的生活飞车。将欣赏到的是双生同步漂移入库，缩小了间距，增加了难度，再一次挑战，完美，调节完毕。用手势告诉大家，30公分间距，这是国际大赛通用标准30公分单车漂移入库的挑战赛，由他第一个挑战间距30公分。看我们的后起之秀雷永强的第一次挑战如何？漂移的水平实在太高超了，几乎是车挨车的距离，8厘米的空隙。大家可以看看自己的拳头啊有多宽。这是迄今为止单车漂移入库世界最高的纪录，也是世界最小的间距。世界纪录的面前，依然有林周瑞大头炮第一个挑战，实在是太精准了，完美。这些都是高难度的特技表演。第一台驾驶的单边的车手是队长峰哥。
第二台定海神针雷线火，远远看上去像个玩具车。靠近前车，这个动作很危险。人生不动，李刚瑞手中飘扬的国旗，朋友们，呐喊声响起来，消费者，我爱你中国！简直是太帅了！现在表演的是电影《速度与激情》里的片段。别追了，别追了，差点撞到人了！稍等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这个是难度最大的。接下来，请欣赏。人趴在车顶，从空中飞过去，落在车顶继续飞跃，而且穿过的是火圈，全场都惊讶了。这个是摩托车的表演，从1辆车到2辆车，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，超高速的飞驰，现在变成了3个摩托车。最后又增加了一个摩托车，一共4辆，其中还有一个是女孩子。这个大型飞车特技表演绝对是世界级的。现在乐园人多了起来，有不少的学生。园区里还有好几个适合年轻人的刺激项目，不过我没有尝试。看这个树上的花儿，有认识的吗？前面这个主题园区是丝路探险，这里是楼兰古塔。这个塔高达到了156米。相当于50多层的大楼。看看我的身影和整个塔的高度，而且楼兰古塔是分南北双塔，从园区的各个角度都可以看到这个双塔。园区里还有一个长影电影博物馆。长春电影制片厂可以说是新中国第1家电影制片厂，堪称新中国电影的摇篮。说到长影的电影，你一定知道《白毛女》、《平原游击队》、《上甘岭》、《祖国的花朵》、《党的女儿》、《五朵金花》、《刘三姐》、《甲午风云》、《冰山上的来客》、《兵临城下》、《英雄儿女》、《保密局的枪声》、《开国大典》、《重庆谈判》、《辛亥革命》，数都数不完。几乎所有的电影都是经典影片。说起来现在挺可惜的，几乎看不到什么喜欢的国产影片了。现在转了一圈，基本把自己喜欢玩的项目玩了。其实这里还有几个大型的刺激项目，不过没有参与。总的感觉这里规模很大，内容很多。现在这里是4A 级景区，还是非常值得来玩一玩的。